这里一片黑暗，根本就看不到什么物质，这里混沌无尽，根本没有任何生灵和神灵生存于此，因为这里的混沌根本不是活人能够生存的，就算是9大界的万物神灵也难以在这生存下去，除非是在此处诞生的神灵才能够在这里生存。此时在这混沌无尽的黑暗中，有一艘漆黑无比的方舟缓缓在其中行驶，这方舟给人一种窒息和死亡之感，只要见到这漆黑如墨的方舟时，万物灵魂魂魄都会被一股特殊的力量所召唤，然后就会被吸入到这片黑暗混沌的深处。那么一旦被吸入混沌深处，不管生前是多么的强大万物神灵，皆是无法从中出来，一切都要接受这里法则的审判。所以除了此处诞生的神灵之外，任何万物神灵都不敢靠近这里。这艘漆黑的方舟在混沌虚无中航行，仿佛夜色中的幽灵船身，不反光，不折射任何光线，就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本身。船上一黑一白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兀，他们身着奇异的服饰，黑白分明，如阴阳图案般对称而神秘。他们的面容严肃，双目如炬，似乎能洞穿一切魂魄。黑衣者身影周身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，白衣者身影则如同凛冬之神，冰冷而深邃。他们站立于方舟船头，任由这片混沌虚无中的风暴从身边掠过，却似乎并未感受到丝毫寒意。突然就在这时，4道身影如同破晓的曙光一般，从混沌的远方逐渐清晰起来。非魂魄，而是活人。黑衣者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，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他对其感到惊诧。白衣者则轻叹一声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异彩，像是对这意外的访客感到好奇。4道身影越来越近，每一个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，这让原本冷漠的黑白身影不由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白衣者轻轻挥袖，周围的混沌似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开，露出了一片隐约的光芒。这4人的气息各与众不同，的确是人而不是魂魄。白衣者轻声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叹。黑衣者沉默了片刻，目光如刀，紧紧盯着那4道昏迷的人影，仿佛要将他们牢牢锁定。方舟上的气氛因着意外的发现而变得紧张而兴奋，黑白身影不断地散发出杀戮与沉静。他们倒是想要看一看，究竟是什么活人可以以不是魂魄之体能够进入这神冥界之中。待的漆黑方舟驶近之后，发现的4道身影都已经昏迷而去，不过确实是活人而不是魂魄。不过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活人怎么能够进入到神冥界之中，还有又是如何找到神冥界的入口。他们可是知道，神冥界的入口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找到的。这些都是什么活人啊，竟然闯入到神冥界中了？白衣者声音带着质疑的出声道，我想他们应该不是普通活人。黑衣者的目光散发出异样的寒光，看着昏迷而去的那4道身躯闻言，白衣者这时也是感到一丝诧异，带着疑惑的目光仔细在那4道身躯上打量了一下，旋即便是身躯有些一颤，因为他感受到了几股非常特别的气息从那4道身躯中缓缓地弥漫出来。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息和力量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能够找到神冥界入口，并且还成功进入不死，他们的身份恐怕只有带回3名鬼府或许能够知晓。黑衣者用手指托着自己的下巴，喃喃的道，老黑，你是说要将这4个活人带回3名鬼府中？一旁的白衣者显然有些不理解，这些活人为何要带回去，不直接将其送回他们来的地方？没错，我总感觉这4个活人有些特别，或许来此神冥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了。而且最近第1等级世界的2大神界永久性的毁灭，无数魂魄都直接一拥而入到了丰都城，那里恐怕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可现在又来了这4个不速之客的活人，恐怕这事情并非那么凑巧。黑衣者倒是分析出了这4个活人来此应该是有什么事情。老黑，你就这么断定这4个活人是好人？难道不是灭神府派来的人？白衣者依旧有些不支持黑衣者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如果真的是灭神府派出的人潜入神冥界中，那岂不是真的要有麻烦了吗？然而那位黑衣者倒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，因为他也了解到比白衣者更多的事情，所以按理说在黑衣者的推断中应该不至于这4个活人是灭神府派来的。如果真的是灭神府派来的话，恐怕想要进入神冥界比起寻常的神灵会更加的困难，因为在这个神冥界之中布下了一道大阵，只要有灭神府那些魔物前来，都会发出警报，并且大阵也会爆发出强大的反震之力，将那些魔物的魔之力量暂时的封锁。这对于那些魔物来说简直就是一道致命伤。老白，跟了我这么久了，怎么这点事情你都不明白？看来到时候还需要将你送往第6狱中进行磨练一番呢。当黑衣者说出这样的话后，白衣者顿时摇摇头，并且也摆着手臂后退了几步，他的脸上都带着一丝无奈和惧意。算了吧，那个地方我都不想去了，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老白，你在说什么废话？你本身也就不是人呢。一旁的黑衣者直接对了回去，一脸讽刺的笑容的看着白衣者。你……白衣者指着手指，泣不成声。不过对方说的也是事实，自己的确不是人，他们可都是来自锁魂域的鬼王，黑白双煞，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，地位在所有鬼灵之上，他们拥有着掌控锁魂域的所有事物，也是管理着锁魂域中的所有魂魄。老黑，
如果到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我可不会替你说话。届时三王如果要责罚你，这事情可不能赖在我的头上。白煞鬼灵双手抱胸，一脸没好气的看着黑煞鬼灵道。很快，黑衣者便是伸出手，那一刻竟是发生令人瞠目打舌的场面。只见那黑衣者伸出的手臂竟然被无限的拉长了，长长的手臂划过混沌虚无的空间，最后直接抓住了那4道昏迷的身躯，然后那无限延长的手臂也直接收缩了回来，就将那4道活人放在了方舟的甲板之上。随后便是看到黑白双煞鬼灵的2道幽影沉默地操控着方舟，在黑暗的混沌虚无中划出一道道诡异的弧线，方舟穿梭在一片混沌与荒芜之中，四周是无尽的黑暗，仿佛连时间都被吞噬在这片空间。他们朝着深处驶去神冥界，一个无法用肉眼捕捉边际的神秘所在，这里是世间万魂的归宿之地，也是万物他们的最终之路。每个魂魄的到来都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呼喊，却迅速被无数个炼狱中的哀嚎所淹没。炼狱如同一个个扭曲的镜像，映射出灵魂最深处的恶念与罪行，每一狱都是对过往的拷问，每一狱都承载着不同的痛苦与折磨，而且每一个炼狱中都有管理此狱的鬼王，锁魂狱也是其中狱之一，一个以黑白双煞的鬼王管理这个炼狱。这里是索取魂魄的冷酷之所，锁魂狱中黑与白的缠绕如同命运的纠葛，无声地诉说着无情和冷漠。那些被黑白缠绕操纵的魂魄仿佛是裁决者的利刃，将每一个新到的魂魄拖入无边的痛苦深渊。而此时在虚无中穿梭的方舟之上，那4道身影逐渐的缓缓醒来，他们睁开眼的一瞬间，便是发现他们自己正在高速的移动着，他们立马起身坐了起来，环顾四周，可是并没有什么其他人的存在。我们这是在哪里？萧炎敲了敲自己那昏昏沉沉的脑袋后，疑惑的出声道：刚刚我们进入了神冥界入口，这里该不会就是神冥界里头了吧？灵动站起身子，他发现四周虽然依旧是虚无的黑暗空间，可是又隐隐间感觉到这里与寻常的虚无有所不同，所以他断定这里应该是神冥界中无疑。我们真的成功进入了神冥界了吗？沐尘却是一脸兴奋，因为对于这个地方他倒是感到非常的兴趣。神冥界，所有世间万魂都要来的最终之路，也不知曾经大千世界的那位不朽大帝是否也来到这里过，如果能够见到他的魂魄，那是该有多好啊。虽然当年不朽大帝只是半部主宰境的实力，封印了天邪神，可是有那样大义的守护之心，这倒是让沐尘十分的敬佩。所以这一次如果有那么一次机会，自己还真想见上一见当年大千世界的最强第一人。如果这里是神冥界之中，那这艘方舟是什么一个情况？吴雪也是很快发现了，他们几人都在一艘漆黑的方舟之上，而且这艘方舟透露出一股特殊的气息，那个气息宛如是对魂魄的锁魂一般。在吴雪的一番话语之下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他们各自来到了甲板的边缘，他们望着眼前根本看不到任何物质的虚无，心中也是有所感触。没想到神冥界竟然是一个如此无尽的虚无混沌之地，难怪是世间所有万魂的最终之路。你们醒了？突然间，一道悠悠声从他们的身后处传来，众人立马身躯一怔，然后转身便是看到有2道幽影不知在何时出现在了这里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吴雪几人立马警惕了起来，能够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下出现在他们的身后，这绝对不是寻常之人。你们是谁？萧炎第一个率先出声道，然后他们纷纷的在那2道幽影上开始打量起来。我们的方舟刚好经过这里，便是发现你们4个活人正处于昏迷之中，我还想问你们是谁呢？为何会来到我们神冥界之中？其中那位黑衣者不慌不忙地反问道，一听是对方救了自己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等人也是立马收敛了刚刚的警惕之心，然后化为感恩之心，对着那2道幽影拱手示意感谢起来。原来2位前辈是神冥界之人，刚才感谢2位前辈相救。小辈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吴雪、萧炎等人介绍起了自己的身份。我们是管理锁魂域的鬼王黑白双煞，你们应该来自9大界的吧？为何会来到我们神冥界？而且是如何知道神冥界入口的？刚才黑白双煞在萧炎他们的身上探查过，看其模样应该都是来自9大界。闻言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等人一脸震惊，没想到眼前的这2位前辈竟然是掌管锁魂域的鬼王。片刻之后，他们才缓缓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萧炎他们也没有否认，一脸恭敬地讲起自己来此的目的。2位鬼王前辈，我们几人的确都是来自9大界的诸神万界，我们来此也并非恶意，而是来找冥九王前辈以及炎鬼王前辈。在萧炎的口中听到冥九王和炎鬼王的时候，轮到黑白双煞2位鬼王开始震惊地盯着萧炎他们。你们认识神冥3王大人中的冥九王大人和炎鬼王大人？看见眼前的黑白双煞那有些震惊的模样，萧炎立马点点头表示，对，与那2位前辈有过几面之缘。你们已经和那2位大人见过面了？黑白双煞2位鬼王惊异道，之前在9大界的时候，冥九王前辈和炎鬼王前辈就出现过，而且与其中的冥九王前辈倒是认识的更多一些。听着萧炎的这句话，眼前的这4个活人来此神冥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，要找冥九王大人吗？你们有什么事情？为何要找那几位大人？虽然知道萧炎他们与冥九王大人见过面，可是也要了解他们来此的目的。其实我们此次只有一个目的，
那就是复活我的亲人和重要之人。萧炎说到这里，语气也变得异常的沉重起来。黑白双煞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自然明白萧炎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这一次前来神冥界，就是为了复活你的亲人和重要之人，所以才去找明九王大人他们是吧？黑煞鬼王也明白了对方的真正来意，问道。